放肆！你说自己怀的是龙嗣，是。你可知，你若欺君，便是千刀万剐的死罪。臣女知道，臣女家教严明，恪守安良恭顺，若不是蒙了圣恩，臣女万万不敢逾矩，更不敢将九族安危置之脑后。朕都未曾见过你，胆敢口出妄言，污蔑于朕。2个月前，陛下酒醉于廷芳院，是臣女彻夜照顾陛下。皇帝，可有此事？嬷嬷，太后刚下人传话。5月初5，端阳祭礼，皇帝醉酒宿在了廷芳院。当日当值的宫人17人都能证实。臣女福薄，不敢奢求名分，更无意让家族蒙羞，让陛下忧心。谁料今日廷芳院突然大火，你能死里逃生，想来是天佑龙胎。母后，他腹中到底是何人血脉？现在下定论，恐怕尚早。入宫的秀女都是验过身子的，廷芳院里别说是男人，就是内侍也不得出入。这孩子还能是谁的？臣女惶恐，唯愿陛下和太后恩典。臣女愿求一死，以表清白。你威胁朕？臣妾身体有些不适，先行告退。皇帝，孰轻孰重，你可清楚？文氏，臣女在。哀家今日破例擢封你为昭仪，赐号惠。往后在宫里啊，要安分守己，安心养胎。谢太后。又在整理你那些小破烂啊？昨夜我去流光阁，其实是……陛下，您来的正好，我正好想跟您请示，允许臣妾出宫游历。游历？你要出宫？为何？既然你误会了，我已经查清了，端午那日是有人往宴会酒里放了药。她本是秀女，就是奔着入宫封妃而来。她能险中求子是她自己的本事，陛下，你不必和我解释。我跟她毫无瓜葛，她腹中的孩子也不是我的。你不信我？我信。那你即便我信，那又怎么样？他已身怀龙胎，太后信，天下人信。他已封号昭仪，这是事实。你昨夜留宿流光阁也是事实。我昨夜去流光阁，陛下，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文清渊。我不明白。你是陛下，而我只是你后宫妃嫔妻妾中的一员。就算没有文清渊，以后还会有其他人。可我心中只你一人。
从前父王宫中亦有妃嫔，或是为制衡势力，或是为边境和睦，不过只是尽帝王职责。可他所爱之人唯有娘亲，可那不是夫妻。我要的是一人同心，白首不移，你明白吗？一心一意，一生只一人。我的心爱之人不能和任何人分享，就算只有名分也不行。别走！陛下给不了我一心一意，连自由也吝啬赏赐给我吗？我派安慰送你。不必了。万眼登高一茶观洒淌，于是万脉鼓出坠心下。你和他，我会给他一个交代。你说是来陪我，10天当中有8天都在躺着。再这样下去，我要请个太医来给你瞧瞧了。殿下，自己的事情自己想不明白，叫殿下有什么用？那殿下的事情呢？解决了吗？你且等着看就是了。殿下，贵妃娘娘，不好了！宫内轻变，陛下遇刺，圣宫垂危。什么？当真？乌韦斯传来的消息，属下不敢妄言。不打紧吧，皇帝。无碍，母后。众爱卿也都看到了，会昭仪文氏陪侍，朕特遣3守卫，却不料被他行刺。朕思及龙嗣，特宽恕他一命。那毒妇却畏罪自尽，朕已命灵善新官卜卦问疾，得验此乃凶兆，天降神谕，5年之内后宫不纳，若有违，恐有血光之灾。或许有些内情，我看是很有可能。这惠昭仪正当隆恩，如何会冒此大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天子寝宫，人赃并获，哪有误会？刺伤圣躯可是诛9族的大罪，这蛇蝎妇人也算是恶有恶报。那毒妇固然不可原谅，但皇嗣又何辜啊？好了，病榻前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时候不早了，都退下吧，让皇帝好好歇息。凤之礼，凤之礼，你怎么那么傻呀？还什么暴君呢？装的那么厉害，现在被一个弱女子欺负成这样。你怎么还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如果你真的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再也没有人叫我叶心安了。对不起，静安，我不想我们之间嫌隙再深，所以才想尽快了结此事。今夜之事，是为了让文清渊诈死脱生做的一棋。假死？文清渊入宫封了昭仪，只有此法才能堵住宗室百官之口，也能一劳永逸，绝了后宫之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那日留宿流光阁，其实是对文清渊用了入梦的法子。我想查探出他背后指使之人派他入宫到底是何目的，却探出文清渊有个情郎。什么？桃花映柳，鸢尾沾春。文清渊，柳玉书。陛下，好文采。不过臣女不知柳玉书是何意。柳玉书不是你腹中孩子的生父吗？柳州文氏世代簪缨，怎么忍得了你与情郎私相授受，还珠胎暗结？此事暴露，有人用柳玉书的性命要挟你入宫。不是这样的。说，你背后之人是谁？你们到底有何目的？那人敢在听芳院外放火，就证明他根本不把你的性命放在眼里。你还当真以为柳玉书还能平安活在世上？不会的，不会的。你想他活，只有一个方式。朕的耐心不多。陛下，臣女愿如实相告。原来是这样啊！静安，对不起。从前是我未能体谅你的忧虑，是我之过。我生在皇家，父母恩爱融洽，我便以为那就是好的。可是现在我明白了，你说的对，心上人不能分享。什么规矩礼制，我本也不认。即便我信你，真心不已，但你是皇上，天家制度，自古难越。静安，你常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认识你是谁，我亦如此。在他们眼中，我是皇帝，可我只有在你面前，我才是凤之离。我想了解你更多，我想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你来自哪里。我虽然不知道大宁离你的故乡有多远，但在这里，我愿做你的故人。静安，我答应你，日后绝不再有人入后宫。等我了却了心中之事，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了。我陪你一起游历人间，
做最平凡的夫妻，但求一心，白首不移。干嘛这么看着我？就是觉得很神奇。我千年后研究过的人，现在就在我的眼前。研究？这是何意啊？你不是好奇我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吗？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在那个时代，你、大宁朝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而我的工作呢，就是探寻历史，还原真实。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养母，是她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她却在工作中因公殉职。那你说说后世是如何评我的？后世说宁安君是赫赫有名的暴君，称得上是遗臭万年。他最好摸人脑袋，常常换一排人上朝，然后挨个摸人头顶，挑一个最合心意的砍下来把玩。这么一传，着实害人了些。遗臭万年不远。你又没有滥杀无辜，他们都是乱说的。这么信我？眼见为实，我要是没有穿越过来，我也不知道你摸人头颅的缘由，是为了入别人的梦啊。对了，你为什么可以入梦？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吗？娘亲死后，这能力意外萌生。大概是我太想她了吧，能进入梦里见上一面也是好的。都过去了。时过境迁，真真假假。这么看来，这历史上最公正的史书，也无法还原真实。此话何解？10载，我厉贵妃于宁安13年，亡于自己的生辰宴，死于长公主之手。这也太荒唐了！皇姐杀你做什么？我以前也是忧心，现在想，兴许是笔误，或是以讹传讹。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对了，我本想着此番事了，就去公主府接你回来。这是我从娘亲那里学来，赠与心念之人的礼物，打开看看。这是你娘亲教你的？只是许久未编，有些生疏了。末尾这里编错了，应该先右上，再左下，这样打出来的形状才漂亮。
心安，这绳结的编法是我教给老师的，是我送给老师的礼物。娘亲的名讳被禁止在于史书之中，一直以来未有人敢提起。她叫舒敏和。舒敏和，凤之凡，凤之力。他知道自己无法被历史记载，所以就将自己的名字拆开，放在了你们的名字之中。我真是太傻了，原来谜底就在谜面之中。我说怎么初见你时便觉得熟悉呢？原来我早在娘亲口中与你见过千百回了。老师向你提起过我，他是怎么说的？明明身份尊崇，所盼皆得，可娘亲却时常显得孤寂。我那时候不明白，便时常缠着她问。娘亲只是一遍一遍地编着这个花绳，给我不断讲一个女孩的故事。娘亲常说，她孑然一身来到这里，可她知道，她并不是一无所有。那孩子在想她。老奴确信，贵妃娘娘的笔记和出阁之前的笔记已是天壤之别。确有此事？千真万确。笔记与以前大不相同。如此说来，上次回府时他的言行举止确实跟变了个人似的。若非异端入体，又如何解释这些反常？我早该将他们都杀了。若这注定是他的命，就别怪我心狠。陛下，昨夜尚书府满门被灭，属下在府中找到了这个。驻颜术，日饮桂花酿，辅南竹花为饮。你速善治香，看看此方子有何玄机。禀陛下，这是一剂毒方，看似美味药材十分安全，搭配在一起并不冲突。问题就出在这药引之上。此花为乌江盛花，香气凌人，花期阶段盛开之时便尽死亡，荣枯不过转瞬。
娘。娘，娘，以他为药引，服用者日渐姿容焕发，犹如芙蓉花开，少女回春。是，中了此毒之人有一特色，死亡时人面腐化，窗口如靡靡之花，整个尸身爆发出一股异香。即便在乌江，也是一花难求，所以中了此毒之人暴毙而亡，根本查不出原因，只能诊作瘟疫血迹。静安，我很想他。你入了那么多大臣的梦，在他们的梦里，你就没有见过他吗？没有，一次也没有。在我和老师的故乡，他已经故去，但是我没想到，他被时间推到了这里。也许，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想他的时候，可以看看月亮。星云照旭，月照古人，月亮是不会变的。娘亲，你在想什么呢？在想家。娘亲的故乡，此时也该是明月高悬吧。娘亲，你这么想家，怎么不回去看看呢？有你在，娘亲哪也不去。娘亲会永远陪着你。娘亲这一生，从不与人交恶。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仁慈良善之人。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人会害她，还用了如此残忍下作的手段。往后的困难和险境，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一起查，还老师一个真相。这么大的场面，怎么不见太后娘娘和长公主殿下？哎，太后所爱喜静，日日在永福殿诵经礼佛，怎么会来这儿？殿下自不必说了，谁人不知他视这位为眼中钉？陛下早便将殿下支去赤云营训兵去了。陛下驾到！贵妃娘娘驾到！陛下晚安，恭祝贵妃娘娘生辰，娘娘心安万福，极乐绵长。都落座吧。谢陛下。
想来诸位早已看惯，今日便整点新奇的节目，给大家瞧瞧。女子演奏破阵曲，自开朝以来，仅有过一次啊！不是偶然，这一切与当年那场中秋公宴别无二致啊！荒唐！战歌岂是女子所奏得的吗？只不过是奏个曲子，怎么引得国公大人如此大动肝火？谁说女子奏乐只能叹温香软语？今日是爱妃的生辰，这大好日子何必动怒？来，赐青州新贡的桂花酿给国公尝尝，消消火气。岳国公怎么不喝呀？这本就是一场鸿门宴，这断肠毒酒，老夫怕是无福消受。果真是你。是我，陛下既已查明，老夫也不屑辩驳。当年这中秋宫宴，这花这酒，便是送舒敏和魂归的功臣。母后仁慈，不涉权斗，不争名利，你为何害他？既然陛下不知缘由，那老夫就来告诉你，他看似未有作为，先帝却为他破了祖制，要凭阶级废奴制，说妇人应与男子一同习书，君臣之间罔顾等级，不必行礼，这岂不荒唐？天下一体，本应不分彼此休戚与共，他到底何错之有？他是假慈悲。从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异端邪说只凭感情用事，可曾想过礼制废天下乱？他是异端毒瘤，死不足惜。闭嘴！叶挺君，你全盘承认戕害朕的生母，你可知这是必死大罪？陛下，你杀了我无妨，但你可知是谁精心谋划了此事？是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了社稷朝纲，决意抹杀异端清君侧。先帝维护异端，只好暗中行事。他要死得无声无息、无知无觉，唯有徐徐图之。微臣敬皇后娘娘。此事一人难，众人易。行事隐秘，用量微末，却能无孔不入。先帝至死也未能想到，毒杀舒敏和的最后一环是由他来完成的。如此一日日，一年年，每个人都在翘首以盼他的死期。
大宁的灾祸除了。这里，老夫为大宁筹谋一生，只是未曾预料，有一天这异端竟然降生到我叶家。异端？还有异端？难不成？没错，她已经不是我叶家的女儿，早已被异端侵入身体，她就是维护大宁的祸端。笑话！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就凭老夫敢死赴宴，以明正身，今日我便是身死了，来日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如同当年一样，誓死抹杀异端。国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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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公。国公，国公殉道，是异端将国公逼死的。不错啊，陛下，还为此等害了国公，就是逼死大明的国情必是早日出山，杀人，你难道不该偿还吗？先皇后慈爱、良善，他就因为背上了异端的名号，就活该无辜去死吗？你们都摸着自己的心口问问自己，你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了维护大宁，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好一个维护自己！国公他为大宁呕心沥血，虽死不悔。而你呢，一个妖妇，竟对他妄言侮辱，果真是异端附身，大逆不道！诸位，可知谶言？异端将，大宁亡啊！国这是逼死了呀！我大宁不要这事，早该除掉了。放肆！陛下，到了此时，你还要袒护这异端吗？陛下圣明，为保大宁江山，请您赐死妖妃，以明心志。请陛下赐死妖妃，以明心志。魏明，臣在。你15岁进入骠骑营，16岁进入叶家军，你是叶国公的亲信门徒。是。叶国公以死正道，正的是师徒父子纲常为先。你如此拥戴，怎敢甜言苟活？朕说的可对？韦斯，在。叶国公与丽贵妃生辰宴上，血溅上奏，指认数十贪腐佞党。朕感念其忠义，不负其望，定将奸佞之辈尽数铲除。
风之离，你这无可救药的昏君，去死吧！清安，清安，太医，薛太医！原来李氏是躲不过的。太医呢？都死了吗？如何？臣无能，贵妃娘娘气息平稳，身体已无大碍，只是不知为何昏睡。昏睡，梦中。秦安，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来看老师，他葬在能看到日出的地方。娘亲，他夏目出事那天，我还和他吵了架。他是不是怨我，所以不要我了？不是的，他一直都很记挂你。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好的人，会落得这种下场？风之离，我不喜欢大宁了。我穿越到大宁其实挺害怕的，黄泉、深宫，规矩那么多，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和同事了。本来我还有机会可以见到老师，可他却……所以呢？所以你害怕了，害怕大宁了？秦安，秦安，秦安。那些不容你的，抹去便是。
娘娘您醒了，奴婢这就去喊太医。那日您并未伤到要害，只是脑部受创，九死一生。幸得娘娘您吉人天相，差之毫厘，性命无虞。只需按时服药，不日便可痊愈。原来我那时候摸到的，竟然是我自己的颅骨。碧桃，陛下呢？怎么没见他人啊？陛下他……陛下人呢？你慌什么？陛下怎么了？3780刀。朕观爱卿这体魄，分3日，每日刮1000刀。可肉太少了，恐夜里凉。要不要朕给你送个暖炉烤烤？求陛下给我个痛快！我都找当今名单，还有他们做的坏事，都藏在外宅。那朕便赏你去新武门，跟你的同僚作伴。凤之琳，你这是在做什么？贵妃娘娘，你不能进，送他回去。是，娘娘得罪了。娘娘，凤之琳，娘娘不走，凤之琳，凤之琳，你在干什么？凤之琳，凤之琳，凤之琳。叶国公以死明谏，共交佞臣名单，生辰宴上刺客报复，令您重伤。陛下一怒之下，在您昏迷的这几日大开杀戒，残杀朝中大臣数十，选手事于新武门。宁安13年，丽贵妃死于生辰宴，宁安君暴怒，城门之下斩杀朝官数十，血流成河，史称生辰宴惊变。历史，原来历史一直都没有改变。这场生辰宴是我和凤之琳一手策划的。原来这场历史的主谋是我。是我。不行，我得回去找他。我不能让他继续这样下去。不。凤之琳，你别过来。凤之琳，凤之琳，是我。
也还有我。姐，映满长雪，明月苍鹭，白马如芦花。风流上层万般风流皆似姐，我绝不会让你像娘亲那样。人心忙过待万户飞沙，总是台下升堂，风流皆是。这些古卷，就算是在大宁朝也很难集齐的。你是怎么搞到手的？知道稀奇，你就赶紧看一看吧。陛下真好，多谢陛下。还有什么想要的？宣镇失传的彩宣，撒上金箔的。德镇的玉白瓷，最好是双耳屏的那种，据说啊，存量少得可怜。还有，大宁前阵子刚出土的相面龙纹鼎。鼎不行，鼎太重了，你带不走。啊，我是随口说说的。不管多轻多重，我都带不走。有些话你可以随口说说，但我却不能不记得。净说些好听的话哄我开心，那我还觉得你身上这件龙袍的花纹还挺好看的。你干什么？我开玩笑的。你这是做什么呀？哎，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我只要你活着。风之离，风之离。从男主的视角一步步爱上女主陆渊，也可以倒着看。陆渊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遇见了一个惊才绝艳的男人，自此余生全部在等待。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在一次一次擦肩而过的穿越过程中，你会发现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团圆。留在你心里的并不是爱而不得的悲伤，而是成全之后的坦然。鱼在水中游，是尾也是头。排名第2，念念无名，现实版的史密斯夫妇，永远让人上头的姐弟恋，相爱相杀，不走寻常路，打着最狠的架，谈着最甜的爱，夫妻两个，一个镖师，一个安慰。你懂什么是我那娇弱可人的娘子居然是个顶级杀手？你懂什么是我那温润如玉、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相公，背地里却是安慰营指挥使的破碎感吗？每集不到10分钟，更新到12集的时候，已经是40-50分钟的电视剧24集的进程。对于中午不知道看什么的朋友们来说，这简直不要太友好。这种时长放在古装里，剧情还没捂热呢，我们的男女主就经历了相遇、相爱、相杀，身份揭晓，互相试探，再到相爱的过程。这飞一般的速度只有2个字：爽啊！这部剧的男主着实是惊艳到我了，走路挺拔，丝毫不驼背，看起来文文弱弱，但作为一个刺客，搞起事来那是一个快准狠，颜值一看就连孵化豆都在线。以后古装剧的男主都按这个来好吧。排名第3，坠入春夜，调戏赛道的 No.1， 美艳荷官引诱妹夫逆袭复仇，摔风劈贼炸裂。阴质腹黑赌王 vs 调戏御姐荷官，饵要够真，鱼才能上钩。女主只是略施小计，男主就自我攻略，乖乖上钩。虽然这剧情妥，但是看的时候直接被吊成翘嘴，只能说不愧是真情侣吧，这么敢拍。排名第5，逃出大英博物馆，这个是真好看。虽然只有短短的3集，却在当年直接震撼到我的一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2个自媒体人有这么强的家国情怀。如果文物有记忆，流落到海外的他们，会不会日夜都在期盼着有人带他们回家？排名第4，风月变，冷面指挥使 vs 娇俏丧尸妻，养成系的恋爱到底有多甜？我强烈推荐都来看这个。回眸无尽痴人梦，爱上浓妆好戏开
唱，台上悲欢皆我多吟唱，翩若浮云着霓裳。古代皇帝进入爱妃梦中，竟然发现妻子不是古代人，而下一秒面具掉落，意外让爱妃看见自己的模样。错了，他看到我了，我要他。你等等，我叫叶金安。梦境瞬间崩塌，叶金安在古代醒来，于是还想趁机摸一下暴君的头盖骨，看能不能穿越回现代。结果暴君也醒了过来。此时暴君皇帝已经知道，身边的爱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他是现代考古大学生叶金安。在考古大宁朝君王墓室时，刚刚摸了一个头盖骨就穿越到了大宁，成为大宁暴君凤之离祸国殃民的妖妃叶景惠。刚睁眼就看见暴君怒杀大臣，吓得直接晕倒。根据史书记载，叶景惠被暴君宠成了移动靶子，死在乱军之下，所以必须想办法穿越回去。可皇帝又来了，原来每日都要宠幸他。叶金安赶紧假装来癸水想蒙混过关，可异常的举动立马被凤之离察觉，怀疑他的身份，于是偷偷点了入梦香，要进入他的梦中查看他的真实身份。结果发现和大宁不一样的世界，而梦境崩塌中受的伤也出现在了现实凤之离的手上。同时也知道身边的爱妃是那个世界的叶金安，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叶金安只能按照叶景惠的习惯，每天跟随凤之离上早朝，引起群臣众怒。而凤之离则利用他为借口除掉他要除去的奸臣，为母亲复仇。两人一个假暴君，一个假妖妃。可下一秒长公主班师回朝，根据史书记载，1个月后他就要被长公主击杀在生辰宴上，享年22岁。而长公主见他的第一眼，就扔出长枪给他下马威，吓得叶金安差点魂飞魄散。没实力就是没实力，小破站的5部高分短剧，直接吊打某些大 S 加古偶大制作。虽然都是小成本制作，但绝对又刺激又高能，每部剧快准狠，颜值超水准，良心好剧，好看又下饭。排名第1，《古相思曲》，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管是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可以看的剧。这部逆向穿越、双向奔赴的绝世小甜剧，绝对称得上是23年的黑马古偶剧。现代男主沈不言穿越回古代，见到女主陆渊，但是两人的时间线是逆行的。沈不言第一次见到陆渊的时候，陆渊36岁；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陆渊26岁；第三次见到21岁的陆渊。在各自的时间线里，一方的爱意愈发浓郁，而另一方却逐渐陌生。他情深时他不知，他深情时他不识。在历史的长河里，女主顺势而下，男主速回有之。他以为自己在拯救陆渊，其实只是在完成陆渊悲剧的所有历程。现代作家沈不言通过一块摔成5块的玉佩，穿越回古代，见到传说中祸乱江山一代妖后陆渊。他们第一次见面，陆渊就对沈不言十分熟悉，他为他准备爱吃的菜，一起去逛上巳节。而这个被称为围杀贤相的夜晚，沈不言才知道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而陆渊为了救沈不言，最终倒在了他怀里。在意识朦胧之际，沈不言穿越回现代，他想回去救这个为他而死的妖后。可当他再次借着玉佩穿越回去的时候，却发现回到了10年前。沈不言一次次穿越回去，想要改变陆渊的结局，可每一次都只能看着心爱的女孩放弃唾手可得的幸福与自由，勇敢迎上危险与刀锋，更甚至他就是那重要推手。在这个剧里，我更喜欢的是女主陆渊，就像她的名字渊一样，那是自由与鹰的意思。她一次又一次自己独立坚定的选择成为所谓的谋事不谋名的李代妖后。她的格局并不是小情小爱，而是真正的成全。这部剧你可以争着看。又当着群臣要皇帝弟弟清君侧除妖妃，还好被凤之离拦下。天不收你，母收。看来这条小命怕是真的要完了。于是立即换了衣服出宫，去找一个落难公子。因为史书记载长公主回京当天救他，公子为报恩扶持长公主为女帝后成了宰相，徒手阻止公子自尽，成功刷了好感。长公主也如期到来救下了男子，可他就跑不掉了。就在长公主要灭了他时，凤之离及时赶来将他救下。而叶金安也从两姐弟争吵中知道史书以外的真相，如今的太后不是他们的生母，凤之离是因为母亲之死才变得暴力，姐弟也不是书中记载那般剑拔弩张的关系。为了活命，叶金安决定查清先皇后的死因，让姐弟俩和好。结果凤之离也偷偷潜入了母亲的殿中查探。白天短短几句对话，叶金安就分析来到母亲的寝殿，让凤之离更加肯定他的聪明才智。两人意外撞进先皇后的密室之中，让叶金安发现一系列的考古工具。我有铲，潘指南针，先皇后该不会是个盗墓贼吧？又或者跟我是同行？原来凤之离死去的母亲和叶金安一样，也是穿越之人。点击视频左下角下载搜狐视频，新用户免费领会员，看请君入梦完整版。